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庄稼汉逆袭》，从泥鳅到千万身价故事解说。上世纪80年代，流氓罪是可以直接判死刑的重罪。前世的赵守庚清白一生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未曾碰过，却因一次善心救人，落得含冤赴死的下场。当年他在北坡救下被五步蛇咬伤的女知青林月娥，不惜为她吸毒排毒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舍命相救，换来的却是林月娥的颠倒黑白，当众污蔑，一口咬定他耍流氓。仅凭这一句构陷，赵守庚被定死罪名，毁掉一生，最终惨死刑场。刑场的寒风与枪声历历在目。赵守庚意外重生，回到了悲剧发生的那一刻。北坡山野间，林月娥被剧毒五步蛇咬伤，剧痛难忍，惊慌呼救，不停哀求一旁的赵守庚救她性命，催促他立刻帮自己吸出毒血。重生归来的赵守庚内心冰冷，无比清醒。上辈子的惨痛教训让他彻底顿悟，无谓的善心只会葬送自己。救人未必得感恩，反而可能招来灭顶之灾。这一世，他绝不重蹈覆辙。一旁的村民刘石头心急如焚，连忙提醒赵守庚，咬伤林月娥的是致命五步蛇，耽误片刻就会出人命，催促他赶紧上前施救。赵守庚却不为所动，转身走向河边，准备下网捞泥鳅。面对刘石头的不解，他冷静解释，正因为是剧毒蛇伤，普通人胡乱吸毒，处置伤口，不仅救不了人，还会徒增伤亡。他既不是医生，也不是兽医，身为未婚青年，贸然触碰女知青的身体本就不合时宜，极易招惹口舌是非。赵守庚当即安排众人立刻赶往大队和公社卫生所，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前来救治，严禁任何人私自挪动伤者，胡乱处理伤口。林月娥见近在咫尺的赵守庚冷眼旁观，不肯施救，满心不甘，当场哭喊指责他冷漠自私，见死不救，质问他明明就在身旁，明明可以帮忙，却故意袖手旁观。闻讯赶来的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认可赵守庚的稳妥做法，认为毒蛇咬伤风险极高，找专业医生才是唯一保命的办法，纷纷催促众人火速下山求助。赵守庚望着林月娥眼底熟悉的怨怼与委屈，心中了然，上辈子他就是用这般柔弱又记恨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随后哭诉污蔑，颠倒黑白，一步步将自己逼上断头台。刘石头疑惑，平日里热心仗义的赵守庚，为何今日如此冷漠？赵守庚借此告诫他，帮忙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尤其是这种会搭上自己性命的忙，绝对不能逞强。他心知肚明，这件事绝不会就此结束。林月娥一旦得救，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。人性向来如此，很多人不会铭记别人的救命之恩，只会怨恨别人没有顺着自己的心意无条件付出。很快，流言传遍全村，林月娥蛇伤发作，腿肿得像水桶，高烧不退，整夜说胡话。幸好送医及时，才保住性命和双腿。不少村民不明真相，私下指责赵守庚心硬冷血，见死不救。也有明白人出面辩解，换作任何人面对剧毒蛇伤，都不敢贸然施救，不该苛责一心自保、依规求助的赵守庚。赵守庚的母亲听闻风声，连忙拉住儿子询问实情，担心他受了惊吓。赵守庚心中感慨，上辈子林月娥事后哭坏了双眼，常年视物模糊，摸墙走路，外人都以为是蛇伤后遗症，只有他清楚，那是愧疚悔恨的泪水。他安抚母亲，让她切勿轻信流言，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从未做过半分亏心事。母亲全然相信儿子，语重心长地叮嘱他，救人是善事，但绝不能为了行善把自己搭进去。当下世道复杂，人心难测，流言蜚语最是伤人，脏水一旦泼身，百口莫辩，难以洗净。赵守庚牢牢记住这份叮嘱，重生之后只求自保，绝不逞强，再也不会做费力不讨好、引火烧身的善事。风波未平，村里的先进青年孙耀宗主动上门问责，当众训斥赵守庚毫无觉悟、冷血自私，眼睁睁看着女同志身陷危难却冷眼旁观。面对无端指责，赵守庚直接反问：林月娥被蛇咬，最恐惧无助的时刻，自诩思想先进、觉悟极高的孙耀宗身在何处？为何全程不见踪影，不曾出手相助？这一刻，赵守庚彻底看透上辈子的真相，他到死都想不通的构陷与迫害，根源从来不是简单的救人纠纷。林月娥当初呼喊自己救命，只是绝境中寻找靠山与退路，而真正让他畏惧、想要躲避的人，正是孙耀宗。孙耀宗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恼羞成怒之下，勒令赵守庚次日前往知青大院，当众向林月娥道歉认错。赵守庚态度坚决，果断拒绝。孙耀宗仗着父亲是村支书的权势出言威胁，扬言要散播流言，让赵守庚这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，永无立足之地。这番威逼的话语
和上辈子他在审讯室外逼死自己的言辞一模一样。赵守庚冷静回击，如今全村多人知晓事件全貌，若是孙耀宗敢捏造谣言，恶意抹黑，他立刻前往红星公社状告对方诬陷良民。这一事，他不再畏惧权势压迫，静静等着两人露出破绽，自食恶果。没过多久，林月娥亲自上门私下沟通，她一改之前的怨怼姿态，语气柔弱致歉，坦言自己受伤后极度慌乱恐惧，说话偏激，希望赵守庚不要计较，转头却暗自道德绑架，声称自己当时性命垂危。赵守庚近在咫尺，体格健壮，理所应当出手相救。林月娥哭诉自己如今处境艰难，全村人都说她晦气，被蛇咬伤，名声受损，日后难以嫁人，恳求赵守庚出面为自己澄清辩解。赵守庚一眼看穿他的套路，上辈子就是这般视弱卖惨博取同情，只要自己心软松口，孙耀宗就会立刻跳出来颠倒黑白，将善意施救歪曲成蓄意骚扰，强行触碰女知青身体，坐实流氓罪名。赵守庚态度冰冷，坦然陈述事实。自始至终，他没有触碰过林月娥分毫，没有踏入过知青大院。事发后第一时间呼叫旁人救援，后续伤口处理全程由队长郑秉义等人完成，自己毫无过错，无需道歉，无需担责。道德绑架落空，林月娥当场翻脸，指责赵守庚没有担当，不像男人，笃定他日后必定后悔。赵守庚淡然回应，上辈子他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后悔过一次，这一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林月娥无话可说，只能愤愤离去。赵守庚的母亲看得通透，直言林月娥心思缜密，句句设坑，叮嘱儿子往后务必远离，避免再生是非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麻烦接踵而至。村民刘石头匆忙报信，林月娥突然失踪，还留下了一封绝笔信。知青大院的吴彩霞当众念出信件内容，字字句句暗指赵守庚冷血无情，见死不救，还谎称自己被赵守庚看了伤口，毁了清白，如今无言立足，意欲轻生。这封字字诛心的信，摆明了要将所有过错推给赵守庚，彻底毁掉他的名声。赵守庚的父母又气又急，担心儿子再次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赵守庚冷静安抚家人，叮嘱二人留守家中，切勿争辩。无论谁上门询问，只说自己去大队部说明实情。安排妥当后，他独自前往大队部，直面这场蓄意构陷的风波。大队部内，众人纷纷指责赵守庚冷漠自私，认为林月娥险些寻短见，一切都是他造成的，他必定难辞其咎。队长当即下令，全员出动搜寻林月娥，务必先找到人，再追究责任。众人搜遍河边、北坡、古槐井、废窑等多处地点，最终找到了意欲轻生的林月娥。孙耀宗等人立刻借机发难，强硬要求赵守庚当众公开赔礼道歉，挽回林月娥的名声。面对全员施压，赵守庚镇定自若，当众罗列3条事实自证清白。第一，全程未触碰林月娥身体分毫；第二，从未主动前往知青大院纠缠对方；第三，林月娥昨日上门沟通，两人全程隔门对话，母亲与邻居王婶全程在场作证。他随即反问众人，当日林月娥被抬下山时，队长和一众大婶都亲眼见过她的伤口，目睹真相的人不在少数，为何所有人都安然无事，唯独自己要背负全部骂名？孙耀宗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指责他咄咄逼人，揪着弱势女同志不放。关键时刻，队长郑秉义挺身而出，还原全部真相。他坦言，当日赶到北坡时，林月娥裤腿紧紧缠住伤口，为防止毒血扩散，危及性命，是他亲手用剪刀剪开裤脚，后续抬人下山，腿部全程外露，全程与赵守庚毫无关系。郑秉义直言，林月娥受惊慌乱可以理解，但不能颠倒黑白，肆意甩锅，将莫须有的黑锅扣在无辜之人身上。真相大白，林月娥慌乱辩解，称自己只是过度恐惧，神志不清，说错了话，并非有意污蔑。村民们终于知晓全貌，清楚赵家蒙受了天大的冤屈。赵守庚险些再次含冤受难，即便真相水落石出，队长依旧想要息事宁人，劝说赵守庚大度忍让，不要揪着小事不放，下令禁止全村再议论此事。赵守庚不愿再一味忍让，当众立下规矩。自此以后，他与林月娥再无任何私交，对方的一切事情，他一概不参与，不过问。倘若林月娥日后再以写信、哭诉、传闲话等方式污蔑自己，败坏自己名声，他绝不姑息，直接前往公社举报对方诽谤，依法维护自身清白。风波暂时平息，孙耀宗单独拦下赵守庚，出言嘲讽打压，嫌弃他出身贫寒，是乡下泥腿子，不配惦记林月娥。
此刻赵守庚彻底洞悉所有前因后果，上辈子自己出手救人，无意间触碰到孙耀宗的私心。孙耀宗早已属意林月娥，故而借机栽赃，灭口除患，将自己彻底定死在流氓罪的罪名上。赵守庚冷静回击，直言自己从未惦记林月娥，同时郑重警告孙耀宗，如今公社有派出所，县里有检察院，法制健全，对方若敢肆意妄为，蓄意构陷，自己定会把事情闹大，绝不任人拿捏。孙耀宗威慑无果，只能悻悻离去，暗自记恨。为躲避村里的是非纷争，避开两人的算计，赵守庚听从父亲安排，前往瓦窑厂做临时工避风头。他彻底明白，林月娥的无端污蔑从来不是单纯的自保，而是为了遮掩孙耀宗的更大猫腻。自己上辈子只是两人精心挑选、随意牺牲的替罪羊。母亲心疼他务工辛苦，伤身累人，想要劝阻，可赵守庚心知，再苦再累的体力活，也远胜过上辈子含冤而死、家破人亡的结局。赵守庚前往瓦窑厂务工后，村民刘石头专程前来探望，带来了村里的最新近况。林月娥舌伤痊愈后，在村里小学代课教书，孙耀宗几乎日日往小学跑，两人走得极近，全村都传言二人即将定亲。可两人看似情投意合，实则管控森严。林月娥如今性情古怪，动辄落泪，孙耀宗对她寸步不离，贴身看管，哪怕是出门买针线，也全程跟随，严防她与外人接触。刘石头还透露了一件怪事，林月娥曾趁着孙耀宗不备，偷偷拉住自己，仔细询问赵守庚在瓦窑厂的生活状况。刘石头按照说辞，告知他赵守庚终日辛苦劳作，无暇他顾。林月娥听完后，悄悄塞给刘石头一封信，再三嘱托务必交给赵守庚。赵守庚刚接过信件，孙耀宗就匆匆赶来，撞见这一幕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认定是赵守庚蓄意纠缠，勾搭林月娥，当众厉声斥责。赵守庚懒得过多辩解，直言是对方主动递信，主动搭话，与自己无关。孙耀宗全然不听，一口咬定赵守庚屡教不改，刻意破坏自己的事。一旁的梁叔看不惯他仗势欺人，主动出面阻拦，不让他在瓦窑厂肆意闹事。争执之间，赵守庚拆开信件，终于看清了其中的玄机。信纸上没有半个字，唯独夹着一张80年代严禁私自交易的空白介绍信，这是妥妥的违禁物品，更是足以定罪的关键证据。这一刻，所有迷雾彻底散开。上辈子的流氓纠纷，从头到尾都是孙耀宗精心策划的灭口阴谋。孙耀宗长期私刻公章，倒卖粮票，开具空白介绍信，从事违法勾当。林月娥是他的同伙。当初北坡蛇伤事件，本就是林月娥偷偷赴约，私会孙耀宗，意外被蛇咬伤。事后两人联手污蔑赵守庚，一是为了掩盖私下往来、违法牟利的罪行，二是为了除掉无辜的赵守庚，彻底杜绝隐患。真相彻底明朗，赵守庚不再隐忍，当场让人将嚣张跋扈的孙耀宗捆绑，直接送往派出所报案。孙耀宗依旧仗着父亲的权势嚣张威胁，笃定赵守庚不敢动他。可这一世，手握铁证的赵守庚毫无畏惧，作恶者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惶恐与结局。消息传回村里，村支书孙德厚震怒不已，连夜带人冲到赵家砸门闹事，肆意辱骂，污蔑赵守庚心胸狭隘，蓄意报复，害得孙家将要断后。混乱之中，赵守庚的父亲被村民砸伤头部，家中院门也被彻底损毁。面对孙家的恶意报复和村民的聚众挑衅，赵守庚异常冷静。上辈子他吃尽了无凭无据、冲动误事的苦头，这一世他绝不冲动动手，落入对方圈套，强行拦住愤怒的家人，不与闹事者发生任何肢体冲突，不给对方留下半点把柄。次日，赵守庚当众向全村讨要说法，直言昨夜有人蓄意上门寻衅，砸门伤人，要求肇事者主动认错道歉，无人认领便直接报警处理。村民们纷纷出面指证，当场揭穿了昨夜闹事打人、损毁院门的几户人家，真相彻底曝光。正当村里争执不休之际，派出所工作人员上门传唤相关人员，当众通报案情。孙耀宗涉嫌倒卖粮票、私刻公章、开具空白介绍信、胁迫知青等多项罪名，县里已正式立案。林月娥主动提交书面材料，检举揭发孙耀宗的全部罪行。赵守庚作为关键证人配合调查，村支书孙德厚因包庇纵容，涉嫌渎职，同步接受问询。时隔一世，昔日的冤屈终于昭雪，刺骨的恶果终于落到了作恶者身上。最终案情尘埃落定，孙耀宗数罪并罚，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；孙德厚滥用职权，包庇纵容，判处6年有期徒刑。警方在孙家搜出大量空白介绍信、囤积粮票与布票，证据确凿，无可辩驳。
起初，孙耀宗拒不认罪，直到林月娥拿出保证书、照片等关键证据，他才彻底招供，还供出了一众涉案同伙。孙家倒台后，全村无人再敢招惹赵家。村民李守田主动带人修缮赵家被砸坏的院门。刘石头看着沉冤得雪的赵守庚，疑惑他为何毫无喜色。赵守庚心中感慨：恶人虽已伏法，但父亲头上的伤疤永久留存。母亲夜夜惊醒，查看门窗的恐惧无法消散。这些身心伤痛，绝非刑期可以抹平。风波落幕，林月娥通过县知清办安排，即将回城。临行前，他专程登门致歉，拿出多年积蓄想要赔偿赵家损失。赵守庚坦然拒绝，直言伤人闹事的是孙家众人，过错不在他，无需他赔偿。林月娥终于坦白了当年的全部真相。当初他上山并非割草，而是偷偷私会孙耀宗，想要靠他的关系争取回城名额。被蛇咬伤时，他第一时间呼喊赵守庚救命，并非单纯无助，而是深知赵守庚心软善良，必定救人。同时也清楚，让未婚的赵守庚为自己吸毒施救，必然会给他招来灭顶之灾。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自私懦弱，亲手将无辜的赵守庚推入深渊。面对迟来的忏悔与道歉，赵守庚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淡然让他放下过往，好好生活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便再也无法弥补，恩怨对错早已尘埃落定，翻篇落幕。随后，村里李队长专程上门致歉，坦言过去村里风气不正，人心复杂，让赵家蒙受冤屈。如今恩怨彻底翻篇，同时带来新政策，村里即将落实分地到户，往后各家各户凭本事劳作，凭能力致富，再也不会受权势欺压、小人算计。告别过往恩怨，赵守庚彻底放下执念，一心踏实谋生，勤劳致富。他联合村民承包水田、养鸭、晾晒泥鳅干、腌制咸鸭蛋，靠着踏实肯干，一步步积攒家业。曾经帮他避祸脱身的泥鳅，成了他的致富根基。赵守庚时常感慨，山野泥鳅远比人心险恶的旁人靠谱。日子逐渐安稳，父母为赵守庚张罗婚事，介绍了隔壁村朴实勤快、品性纯良的姑娘小麦。小麦听闻过赵守庚的过往，从不轻信流言，也不刻意怜悯讨好，坦然表示过日子只看当下与未来，踏实待人，好好生活即可。小麦纯粹坦荡的模样，治愈了赵守庚历经背叛、满心防备的内心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前世的致命背叛，让赵守庚对人心充满戒备，害怕无端流言、虚假眼泪，害怕自己清白坦荡，却再次被人推入深渊。但小麦的真诚与纯粹，慢慢抚平了他的创伤。两人顺利成婚，组建了安稳幸福的小家庭。婚后日子虽不富裕，却安稳踏实，阖家安宁。父母康健，妻儿相伴，让赵守庚终于拥有了安稳的归宿。安稳度日数年，时间来到1984年，全新的致富机遇悄然来临。县里举办展销会，供销社免费提供展位，扶持乡村创业，助力农特产品外销。仅有20个展位，先到先得。为抓住机遇，做大产业，赵守庚主动牵头，整合全村养殖户的泥鳅干、咸鸭蛋等特产，抱团发展，统一包装，统一外销，合作共赢。众人连夜加工备货，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，成功拿下县供销社的长期合作订单，首单500斤，预付30%定金，彻底打通了稳定的外销渠道。随着产量不断提升，原有晾晒场地严重不足，赵守庚果断承包后山3亩荒地，搭建晾晒场地，修建烘干房，扩大生产规模。为支持儿子创业，母亲毅然变卖珍藏多年的嫁妆镯子凑资金，村民们也纷纷入股出力，齐心协力干实创业。创业之路从无坦途，麻烦很快接踵而至。县城集市的干货商户郑秉义垄断当地干货市场，见赵守庚的农特产品质优价廉，抢占市场，严重威胁到自己的垄断生意，便蓄意恶意打压，封锁销路。他私下打通人脉，严禁集市所有商户收购赵守庚的货物，彻底封死散户销售渠道。不仅如此，郑秉义还当众恶意压价，将市价4毛1斤的泥鳅干强行压至1毛5一斤，逼迫赵守庚要么低价贱卖亏本出货，要么原路拉回货物滥进，摆明了仗势欺人，垄断牟利。面对恶意刁难，赵守庚绝不妥协，他精准找准突破口。散户摆摊容易被拿捏，但国营食品厂需求量大，渠道正规，不惧私人垄断。他果断整合全村货源，以规范化合作社的名义，直接对接国营食品厂，绕开私人商贩的恶意封锁。次日，赵守庚带着最优品质的样品进城洽谈。起初，食品厂员工受郑秉义授意拒收散户货物，赵守庚当场出示合作社资质，
全村供货保障承诺，直言郑秉义的货品常年掺杂死鱼烂虾，以次充好，而自己的货源保质保量稳定充足，价格更优，还立下书面协议，缺货次品一律双倍赔付违约金。工作人员现场验货，确认货品品质远超郑秉义的供货，当即敲定长期供货合同。靠着过硬品质与诚信经营，赵守庚成功打破市场垄断，拿下国营厂稳定订单。首批货款到账后，村民们的辛苦劳作换来丰厚回报，村里的特产产业彻底站稳脚跟。产业稳步发展之际，恶意陷害再次袭来，有人暗中向厂长举报，污蔑赵守庚的干货掺水压秤，混入发霉次品，以次充好牟利。厂长震怒，当即下令严查后续货品，暂停收货合作。赵守庚的产业再度陷入危机。赵守庚暗中核查，迅速查清幕后黑手。食品厂仓管钱有福收受了郑秉义的好处，连夜篡改入库台账，将特级优质货品私自登记为残次次品，捏造质量问题，意图斩断供货渠道，帮郑秉义重新垄断市场。掌握铁证后，赵守庚连夜整理全村供货底账、检疫证明、供货记录及其全村养殖户的红手印担保书。次日当众与钱有福对峙，台账、检疫红戳、村民担保三重铁证面前，钱有福篡改账目、中饱私囊、恶意构陷的罪行彻底曝光。厂长严惩蛀虫，将其移交保卫科，继续与赵守庚保持长期合作。接连2次算计落空，郑秉义依旧不死心，联合乡里官员层层设卡，百般刁难，阻挠赵守庚扩大产业。赵守庚计划建设500头规模养猪场，申办立项手续时，乡里李副乡长刻意推诿拖延，临时增设不存在的审批流程，故意卡脖子、拖进度，阻挠项目落地。赵守庚暗中得知，李副乡长是受郑秉义指使，想要借机索要好处费，瓜分产业红利，不愿妥协低头，纵容歪风邪气的赵守庚，果断绕过乡里层级，直接前往县里申请星火计划示范基地扶持政策。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、稳定的供货渠道和成熟的创业规划，县里高度认可其创业项目。恰逢县里急需乡村实干典型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，当即审批立项，将赵家养殖场定为县级星火计划示范基地，由县农业局直管，彻底跳过乡里的人为刁难，打破了郑秉义与李副乡长的封锁打压。项目成功立项后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：扩建养殖场、采购砖瓦、引进猪仔需要大额资金，家中积蓄早已耗尽，资金缺口高达3000元。危急时刻，梁师傅主动伸出援手，利用老战友的贷款渠道，协助赵守庚申请乡村创业绿色通道贷款，全力解决资金难题。郑秉义得知赵守庚拿到县里批文，即将放款建厂，依旧不死心，连夜赶往信用社施压，威逼主任冻结贷款，卡住资金链，妄图让示范基地变成无钱建设的空壳项目，逼迫赵守庚放弃创业。放款当日，信用社主任迫于双重压力，准备叫停放款流程。危急关头，赵守庚的妻子小麦挺身而出，独自前往信用社对接沟通。他手持县农业局的红头扶持文件，严明政策规矩，告知主任阻拦县级重点扶持项目放款，属于失职渎职，后果需自行承担。面对真实有效的红头文件和严明的政策底线，信用社主任不再畏惧私人施压，果断顶住郑秉义的威胁，依规为赵守庚办理完全部放款手续。历经无数风波，层层阻碍，赵守庚彻底扫清创业路上的所有障碍，养殖场顺利开工建设，产业稳步发展，蒸蒸日上。重活一世，他成功躲过前世的致命死局，洗清满身冤屈，远离人心险恶、是非纷争。靠着自己的清醒果敢、踏实肯干，牢牢抓住时代机遇，护住阖家安稳，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。在80年代的时代浪潮中，彻底改写悲惨命运，活成了踏实安稳、不负本心的模样。